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道真法师。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荣格心理学哈。荣格心理学之前讲了，它有两个非常大的成就，一个就是集团潜意识，还有一个就是共识性。但是共识性呢，其实大家了解的并不多，而且呢讲的也很少。所以呢，今天就专门由我来科普一下这个共识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共识性说到底呢，其实就是一个和时间有关的一个思考啊。那么英文叫做 synchronicity 哈，它的意思简单来说呢，就是说曹操，曹操到，就是你脑子中产生的想法呢，立即就在现实当中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出现呢是在同时间的，而并不是说你的想法到现实当中需要一个因果关系或者有一个时间的间隔。荣格是如何发现的这个 synchronicity 这个共识性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呢他在做这个心理治疗的时候呢，会发现有些病人呢他在讲他的梦的时候呢，刚好就和现实产生了重叠。就比如说他会发现有一些病人在讲梦里面梦到了蝴蝶啊，或者是什么小虫啊，然后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一开这个窗你就看到外面真的有蝴蝶，而且就是他说的那个品种。所以呢他就把这种情况称为共识性，作为他的一个研究方向哈。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弗洛伊德是非常反对的，他说你这个就完全是伪科学。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共识性呢，首先要从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时间这个观念来入手哈。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认为呢，时间就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叫做基本假说。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你不承认时间的存在的话，你人类自身就不存在哈。同时呢，时间也是人类观察宇宙的第一变量哈。时间对于人类世界的重要性呢，是远超其他所有宇宙变量的，它的权重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就这样假设，宇宙是一个非常大的照片，然后里面当中有非常多的变量，包括质量啊、什么电磁力啊，你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人类一定要把时间从小到大的排列，而且为什么只有时间它是唯一的数值，而且没有形体哈。然后呢，它都有一个大小的区分，然后呢，一定是小的呢放在大的前面啊。这就是我们讲时间的一个特性，它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数值，而且呢，它这个数值呢只能从小到大排列哈。如果你这样去怀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会产生很多新的疑问。比如说梦和现实之间有什么巨大的区别呢？因为梦呢它是不是用时间排序的。我们经常会说梦里面呢，你这感觉就是说好像出现了一大堆的这个照片啊，然后呢这个出现了一大堆的照片里面呢实际上是没有时间逻辑的哈。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梦里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时间逻辑是不准确的哈。比如说过去呢有可能是在未来的后面哈，也有可能是过去现在未来在同一个画面当中啊。有的时候呢你感觉是在讲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呢你又跑过去好像在看别人的故事。整个梦的逻辑当中呢，既没有时间的顺序，也没有自他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荣格认为要研究集团潜意识和共识性的这一个原因啊。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呢，他们其实对时间呢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的。首先呢他们会认为时间是连续的，然后呢第二个他们会认为时间是没有形体的。所以呢根据这个连续和没有形体这两个呢，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如果，就是如果时间是有形体的，它是 3D 的哈，时间的增大就是物体的膨胀，那么所谓的这个时间的流动呢，其实就是时间这个物体不断膨胀的一个过程哈。在物体低速运动的时候，位移除以时间呢实际上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呢当一个物体的这个位移大到一定程度，但是到光速这个程度之后呢，你的位移除以时间因为变成了一个定数，所以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哈。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学物理的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时间这个东西呢，既然是人造的一个数字化的想象，它根本就不存在实体，拿什么东西去除以时间呢，其实都没什么意义啊。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时间和光速呢因为之间是定数啊，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等价的哈。时间是来源于光，然后光就是时间的一个表现啊，它们两个东西是一体两面的，根本就没有必要分开来讲。比如说每个人都有2条手臂，然后你知道这个城市人口是多少，然后呢你拿这个城市的总手臂数去除以总人数，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哈。那么时间和光速这个东西呢，你把时间想成一个什么千手观音万手观音，然后呢你拿这个位移去除以这个时间呢，得出来它有多少个手臂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我们知道光速是和时间同等膨胀之后呢，那么宇宙呢相对于时间呢它是加速膨胀，你就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呢都和时间是有同样的一个膨胀维度，有的东西呢它就膨胀的比时间的快，然后就有一些东西呢要膨胀的比时
时间的慢那么当它膨胀的比时间要慢的话呢，那它相对于时间它就叫它坍缩我们讲一个重要的物理概念叫做熵就 entropy， 就是无秩序性。 entropy 呢如果是不经过控制的话，它一定是逐渐扩大了，就是说你房间里面呢不会越变越干净，只会越变越乱所以这个 entropy 这个熵的增大呢，其实就代表着秩序性相对于时间呢它是坍缩的，对，它就膨胀的比时间要慢。所以在生物学上面、宗教学上面，这个死亡的定义和物理学上都不一样。死亡的物理学表述呢，就是叫维持生命的秩序性呢，相对时间呢是坍缩的，直至崩溃那么比如说人类要有这个形体，比如说你这个血液要流动然后这个身体要循环，也淋巴系统的免疫系统，那么这个维持你形体这个东西呢是一套秩序如果你失去了这套秩序的话，你的形体呢就会立即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你的肉会腐烂，然后你的骨头会风化，然后你会被其他的动物给吃掉然后呢你的智力呢也是一种秩序性就是让你按照一定的规律去行为，包括你的欲望呢也是一种秩序性。你的欲望呢往往是来自于你的遗传因子就是你的基因，它给你计算出了一整套算法，然后让你产生的这个欲望当这些控制人类身体的所有的秩序性呢都坍缩掉之后呢，人就死亡了那么人类可不可以不死呢？是可以的，那就是你把时间停止就可以了。人类呢就是又希望这个时间要流动，然后呢又希望自己不要坍缩，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如果，就是如果时间是有形体的，它是会膨胀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宇宙的认识应该是怎样的。然后第二个如果是，如果时间不是连续的，那么时间和时间之间的这个断片你应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如果时间呢是一个断片性的东西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其实就和一部电影呢是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游戏，比如说有什么60 FPS， 就是1秒钟多少张图片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电影呢，很多都是24 FPS。那么如果时间是断片性的话呢，那么这个宇宙呢就更多像一个这个 FPS 很大的一个电影一样你要知道在量子力学里面，其实任何东西呢都是有最小单位的，包括光还有包括时间还有质量它不是说像人类以前想的是不可分割的，然后呢一直是连续的。那么最新的研究呢就认为时间的最小单位呢就是10的17/1秒也就是说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要断断续续。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呢，你完全可以理解成一个叫做10的17次方 FPS 的一个世界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说我们拍电影，然后呢拍电影拍到这个帧数达到10的17次方的 FPS 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电影里面的人物他自己就会产生思想？那么我们人类是不是这样出来的呢？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原理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的所以呢回到这个荣格这个话题，荣格的共识性呢实际上引发了一个叫做梦的现象学的一个研究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梦里面是没有时间排序的。那么如果没有时间排序的宇宙是不是就不可接受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没有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梦里面是现实还是我们现在是现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10的17次方 FPS 的这个按照时间排序的世界呢，它有可能呢只是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只是说特别真实。而梦里面呢没有时间排序的那个世界呢，可能才是我们那个真正的混沌复杂和真实的那个世界我们的清醒实际上是在做梦，而我们的做梦实际上才是清醒所以从梦的这个现象学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对时间进行一个思考。然后呢其实我们最后呢也会知道一个结论，就是物理学呢其实就是心理学就是你观测这个世界的手段呢，最后决定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物理原理所以如果人类不是一个观测了时间从小到大的一个物种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宇宙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可解释的那是因为我们是放在时间序列里面去思考问题。如果说我们把时间停止了，那么如果这个时间停止的一瞬间，这个宇宙中的所有变量所有的物质它是真的就停止了吗？那不见得它有些物质呢也许它也在行动。那么如果你把时间再继续行走的时候，这个东西本来在这里有，然后到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它就消失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当你时间停止的时候，这个世界依然是以另一种形态在生存就比如说它可能以质量作为排序规则，然后形成了另一个意识的宇宙其实呢这个宇宙呢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智能生物，但是呢他们观测宇宙的方式呢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是在空间当中错过，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们。所以呢这就是量子力学一直重申的一个观点，就是观测的手法呢决定了你的观测的对象如果你想让这个东西确实存在的话呢，那么你首先要对它进行观测如果你不观
观测它就不存在哈。量子力学里面专门讲的有个测不准原理嘛，就是你如果知道它的方向呢，你就不知道它的位置；如果你知道了它的位置呢，你就不知道它的方向。那么对于时间来讲，可能也是这样。如果你知道时间流动的方向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不知道时间具体在哪里。但是呢，当你把时间停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它究竟会往哪里流动啊。科学呢，就是人类共有的一个谎言啊，它实际上呢，你也不知道科学是不是真实的。我们 Homo sapien 这种物种呢，它一定相信时间是存在的，然后它一定相信时间呢是从小往大的，然后它一定相信呢只能用这种手段来观测宇宙。那么这个假设呢是几乎所有人类都承认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政治呢是一个小谎言，是属于一小部分的种族的，但是呢，科学是大谎言，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是属于这个世界，是属于这个宇宙的，是属于人类用这个谎言所观测出来的宇宙形态的啊，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要讲科学和伪科学之后呢，专门去讲荣格的心理学，因为荣格心理学呢就是一个伪科学的代表。但是呢，你要从荣格心理学这个伪科学代表里面去理解到现在的真正的科学呢，其实也是伪科学。现在的科学呢，就是人类观测宇宙的一个方式啊，你只能认为这一个假说存在，所以呢，你只能承认这个假说，然后以此来观测世界。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一个等式：科学等于伪科学啊。所以研究伪科学呢，实际上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啊。大部分的人连伪科学都不研究，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怎么懂什么叫做科学啊。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就讲到这里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